大家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探寻信仰的真相。上次节目我们提到，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经不住推敲的，但就在这种困境下，还有人提出了更为夸张的想法，那就是主张突变论。也就是说，动物并非经过长期的适应进化而来，而是一次性的、偶然、随机、无目的的突然演变成万千物种。可是怎样引起的突然变化呢？他们解释说，这是由于复制脱氧核糖核酸中的遗传信息时偶然的错误所引起的。承认靠这样偶然的机遇能产生一个像肝脏或肾脏那么复杂的器官，就等于说要改良一块手表，可以将一只旧手表扔到墙上一样。这句话呢，来自于詹菲利的《审判达尔文》这本书。由此可见啊，用进化论来解释万物的生成是那么的牵强。他们既缺乏科学的方法，又缺乏科学的态度。严格的说，进化论就不属于科学，只属于一种臆断而已。正如在《古兰经》中描述，真的天地间的一切却是真主的，舍真主而祈祷许多配主的人，究竟凭什么呢？他们只凭臆测，他们尽说谎话。这是在《古兰经》的第10章第66节提到。他只是看到了一些表面的现象，例如一个物种相似于另一物种，就异想天开的断言说是由那个物种进化而来。我们不能因为人类和一些猿类有一些形态呀、特征的相似，就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断言。人是由猿经过不断的劳动进化而来。例如法国有一个科学家最近提出了一种新奇的主张，他质疑人的祖先是由猿猴的说法，但他认为呢，人类的祖先应该是海豚，理由是海豚也拥有和人一样的许多特征，比如说会流泪、会游泳、除头发外全身无毛、喜欢吃鱼类等，而这些特征猿猴却没有。这些不负责任的理论啊，就像进化论一样在世界流行着，甚至还打着科学的旗号来继承定论。利用这些荒谬的理论呢，不仅能够标新立异，最重要的恐怕是因为通过进化论可以来否认神在万物生成中所起到的作用。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对有神论反对的情绪，比如说宇宙中没有设计者，也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人类也只不过是一个盲目过程中巧合的产品。更糟糕的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这种立场只是个人的意见，相反呢，竟然打着科学的旗号，把它当成一个毫无可疑的真理。例如在《古兰经》中是这样描述这种人的，他们说，只有我们在今世的生活，我们死的死，生的生，只有光阴能使我们消灭。他们对于那种事一无所知，他们专是猜测。反过来证实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谬误之后，又如何解释世界万物的产生呢？除了承认造物主的参与，他们没有别的道路。可是这样就等于要受造物主的约束，不能够再为所欲为。道金斯说，达尔文可以使人变成一个在理智上自卫的无神论者。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达尔文对地球上最初的生命生成问题所做出的猜测。我们能想象，在某一个温暖的小湖里，具有各种各样的氨、磷酸盐类、光线、热能、电能类等等，一个蛋白质化合物得以形成，并经过种种复杂的变化。许多人都相信这种热乎乎的汤羹是生命的源头。可是最初的生命究竟怎样的莫名其妙的从这汤羹中变化出来的呢？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在这原始汤羹中相互碰撞的化合物会有产生生命的趋向。虽然今天用高科技可以复制生命系统中的某些部分，但科学家用尽他们的智慧，尚且不能直接从氨基酸及糖类中制造出细胞来。那么，没有任何科学智慧的自然是怎样施展的这样的招数呢？最简单的又能独立生存的生物是单细胞细菌，可说是最小的、极其复杂的结构。今天最具尖端科技的太空船与一只活细胞相比，也只能显现出太空船的粗糙。那么，从一个比细胞简单不知多少万倍的东西，比如说核酸，开始达尔文式的进化。就算经过数亿年的光阴，凭借偶然的机遇组成一个细胞结构的概率，也实在低得荒谬无比。英国的天文学家弗雷德·霍耶尔指出一个逼真的比喻来形容其概率低的小的程度。他说，生命从原始的羹汤中自然形成的机会好比什么呢？他说，好比一阵旋风吹过一片充满各种废铜烂铁的废物之后，突然就组成了一架波音747飞机。所有荒谬的理论终将被人们识破，达尔文主义在真理面前已经破产。奥妙无穷的宇宙，大地上亿万种色彩各异的生物，都证明着必然是全知全能的创造之神真正的主宰所做工完成的。他随意的创造一切，并赋予他们千姿百态的形状特征，使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生不息。感谢大家收看我今天的分享，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共同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